如今这个世界拥有财富的人往往充满智慧，那些亿万富豪更是不简单，而这些人时间大多数会花费在一些重要的人或者事上，也很少会注意到普通人。然而有这样一个女孩，她相貌平平，家境也算普普通通，却俘获了一个年轻的亿万富豪的心。她究竟有怎样的魅力呢？如今多年过去，他们的生活还是一如既往的幸福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众所周知， Facebook 公司的董事长兼 CEO 扎克伯格年轻有为，他是个犹太人，18岁考入哈佛大学，进入大学还没2年，就和同学一起筹备创办了 Facebook 这个社交媒体。在发行后的短短几年内， Facebook 成为世界最大的网络社交平台，拥有超过9亿用户。扎克伯格的夫人叫做普利希拉·陈，祖籍江苏徐州，他的父亲华裔越南人丹尼斯·陈于上世纪70年代协同家人移民到美国谋生。普利希拉的童年是贫穷的，一家人因为言语不通的原因难以找到合适的工作，曾在难民营里生活了很久。靠着打工，父母终于攒下了一笔钱，于是就在美食街上开了家菜馆。虽然每日赚的钱不多，但也能维持生计。在这期间，他们生下了3个孩子，长女就是普利希拉。虽说普利希拉的家境很普通，但她的父母却十分注重她的教育。此外，她还有一位深明大义的祖母，虽不会讲英语，却知书达理，深明大义。上学后，普利希拉十分努力，加上天资聪颖，成绩很快便遥遥领先于其他学生。在求学的路上，普利希拉也渐渐明白，只有多读书，考上一所好学校，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能帮助家人改善生活，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18岁时，他顺利考上美国最高学府哈佛大学。听到消息后，全家人都非常高兴，普利希拉也充满了希望。但是当他真正来到学校的时候，却被现实打击了。由于家境和肤色，他在学校里成了异类，同学们都不相信黄种人居然也能考上哈佛。而真正令他崩溃的是学业上的压力。哈佛大学里人才济济，他不再是最聪明最优秀的那个，之后更是渐渐失去了信心，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能顺利完成学业。对于未来的迷茫，让这个年轻人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考上哈佛的意义究竟是为了什么？为了赚钱，为了成名，还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别人？他打算在辍学之前做些什么？于是报名加入了一个社团，这个社团组织志愿者帮助有需要的人群。正是在这发生的一段经历，给了他确切的答案。一天，学校的辅导员找到他们，请求帮助找到一个很多天没有上学的小女孩。他们来到她所在的学校，在操场上找到了正坐在一旁的女孩。当问及为何不肯来上学时，小女孩伤心地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门牙，担心班上其他同学嘲笑自己，只好偷偷躲在操场上。普利希拉十分心疼女孩的遭遇，这个女孩和她一样出身贫寒，却没有她那样幸运，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世界上有无数人也像这个小女孩一样，每天被大大小小的烦恼困扰着，但一味的逃避并不能解决问题。意识到这一点，普利希拉又回到了学校。这一次，他专注学业，很快用实力证明自己在哈佛大学也能成为其中的佼佼者。2003年，扎克伯格的朋友们为将要辍学的扎克伯格举办了一场派对，2个单身青年就此奇妙地相遇了。也许是莫名的缘分，让他们在厕所排队时认识了对方。普利希拉主动找扎克伯格搭讪，2人一见如故，相谈甚欢。这对当时的扎克伯格来说实属一件很珍贵的事。当年网络还没有普及，许多人不了解 C 语言。当扎克伯格讲了一个关于编程的笑话时，只有普利希拉一个人放声大笑。不仅如此，扎克伯格正面临学业不佳，可能会被退学的困扰，而普利希拉合适的开解令扎克伯格感到十分贴心。派对结束后，扎克伯格驱车将醉酒的普利希拉送回家。或许是将要辍学令扎克伯格感到精神紧张，竟然对着普利希拉脱口而出：“我3天之内就要辍学了，我们要不然尽快约会吧。”
普利希拉被这个男孩逗笑了，爽快地答应了第2天的约会。扎克伯格虽然看着木讷，但这次约会令2人都感到十分满意。在约会结束后，扎克伯格甚至意犹未尽地表示还想再和他看一场电影。扎克伯格确实已经被这个少女给迷住了，哪怕马上就要期中考试，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他，还是总想和普利希拉出去玩。对学业十分专注的普利希拉为此没少和扎克伯格生气，但生气之余，普利希拉也在这些日子的交往中深深爱上了谈吐幽默的扎克伯格。普利希拉对自己说，哪怕这个人以后混不出什么名堂，但能跟他在一起就足够了。在扎克伯格辍学后，2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男方忙于事业而疏远。刚在一起时，为了有更好的体验，他们定下恋爱法则，规定2人每周至少约会1次，单独相处的时间不得少于100分钟，并且约会不能宅在扎克伯格家中，也不能在网上。后来扎克伯格开始创业，每天都十分忙碌，而普利希拉不仅作为他的爱人，更作为事业上的支持者，给了他许多帮助。创业初期人手紧张时，普利希拉曾给扎克伯格帮忙，等到公司的运行走向正轨，恰逢普利希拉也正式从学校毕业，扎克伯格便对普利希拉说，我的公司为你留了个位置，来吧。没想到普利希拉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因为他不希望成为扎克伯格的附属品，有自己的生命价值。离开哈佛大学后，他在众人惊讶的眼光中来到一所普通的小学，做起了自然课的老师。在这里，他全心全意地教育着这个国家里最普通的孩子们，并期待着用自己所学为这群孩子开辟出未来的希望之路。他的学生们都非常喜欢这个学识渊博而平易近人的老师，但他发现当老师的影响力实在太小，或者说老师根本无法解决贫困生恶劣的成长条件。思虑再三，他决定继续回到学校学习，以半工半学的方式考上了加利福尼亚的医学院的博士，并在毕业后做了一名儿科医生。扎克伯格对此十分自豪。2010年9月，普利希拉住进了扎克伯格的公寓，开始了同居生活。对此，扎克伯格又在社交平台上高调秀了一波恩爱。2012年，2人经历了9年的爱情长跑。5月19日 ，Facebook 上市的第2天，扎克伯格立刻宣布与普利希拉结婚，同时在 Facebook 的个人主页上注明自己已婚。扎克伯格很细心，为了和普利希拉的家人更好的交流，还特意重金聘请了斯坦福教育学院的中国博士生来教他汉语。而普利希拉虽然嫁给了亿万富翁，却没有在金钱中迷失自我。2人的婚礼很低调，没有邀请记者大腕，只邀请了身边最亲密的朋友。扎克伯格亲手制作了一枚红宝石戒指，没有钻石戒指值钱，却见证了2人坚定忠贞的爱情，比钻石黄金更加珍贵。在婚礼上还为宾客提供了一种老鼠模样的巧克力，那是小两口第一次约会时吃的食物。正是这样点点滴滴的小细节、小情趣，让2个不平凡的人拥有了平凡而伟大的爱情。婚后的普利希拉行事依然很低调，她将精力投入到了公益事业当中，2人赚来的钱大部分也被捐了出来。平时这对夫妻只穿最简单的 T 恤和牛仔裤，代步车也是最普通的日本车。有媒体曾记录到2人度蜜月时的样子，没想到连这么珍贵的时刻，2人享用的是单价只有几美元的食物。2015年12月1日，普利希拉生下一个女孩，扎克伯格欣喜若狂，给女孩起名为 Max， 中文名随了母亲的姓陈明宇。为了庆祝女儿出生，夫妻2人将持有的 Facebook 99%的股份，约45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捐献给了慈善机构，用以发展人类潜能，促进人类和平。对于慈善事业，普利希拉从未吝啬过，她关注儿童教育、医疗方面的问题。为了能让孩子们有书念，还以夫妻2人的名义捐建了学校。在医疗方面，他见过太多儿童因为种种原因遗憾暴病离世，深深感到只有提高国家的医疗水平，才能让普通人有机会治病。
为支持医疗事业的发展，两人又拿出30亿美元成立基金会，更好地研究重大疾病。不仅如此，他还在网上号召群众进行器官捐赠，活动开始的第1天就引来了10万人参与。为了儿童福利，他更是在全世界奔走，参与各种演讲，政要面谈。世界看到了他的努力，质疑他的言论越来越少，关注他的人越来越多。他还登上了美国慈善纪事报，成为美国2013年最大的慈善家。2016年又被 Time 评选为全球100大最有影响力人物。普利希拉将一个问题摆在了众人面前：究竟怎样一种生活适合女性？是依附于家庭，还是用自己的力量赢得社会的尊重？而她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依靠自己的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的人生。年轻时便明白，只有提升自己才可以改变命运。在学习中，她找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对于丈夫的事业，她支持帮助，但从不深入参与，因为她知道每个人都有寻找自己。却真的发生过这样的情节，主角是一位华裔女孩普利希拉，而迎娶她的是全球富豪榜第5名的扎克伯格。普利希拉究竟是如何被扎克伯格看中的呢？看到这里，不少人可能会猜测，普利希拉一定长得很漂亮，或者很有钱。然而遗憾的是，这个女孩的长相非常普通，皮肤还很黑，钱更是没有，甚至从小出生的地方是一个贫民窟。1985年，普利希拉诞生于美国当地的一处穷人区。由于家人最初来到东南亚地区做生意，跟当地一个越南女人结婚后，迁居美国，生下了普利希拉。当时由于亚裔的身份，普利希拉一家都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工作和生活环境更是十分差劲。但是普利希拉的父母执着地认为要让孩子的命运得到改变，于是从小他们就要求普利希拉努力学习，甚至禁止他平时四处去游玩，每天让他学习最多10几个小时。虽然生活很苦，但是普利希拉却表现得乐在其中，以至于后来普利希拉的邻居回忆，看到普利希拉天天被父母强迫学习，自己就觉得难过，但是这个孩子却看起来无忧无虑。靠着这样的学习强度，普利希拉以一个亚裔平民的身份成功考上了哈佛大学。这个消息在他所居住的街区炸开了锅，几乎没人相信一个出身低微、家里没有任何经济能力的亚洲人能够顺利考上哈佛这样的高等学府。多数人都认为以后普利希拉一家的命运要因此改变，而实际上也的确如此。因为在学校里，普利希拉认识了日后全球第5大富豪扎克伯格，并最终成为了他的太太。在学校里，普利希拉依旧是最刻苦、最努力的那一个，毕竟他不精通体育和舞蹈，对各种社会活动几乎一无所知，除了学习，他似乎什么也做不了。但就是这样单纯的一个人，深深吸引了当时还是小伙子的扎克伯格。作为一个犹太人，扎克伯格从小家庭条件就非常优越，当时他在学校也不用心学习，所以看到疯狂学习的普利希拉，他感到非常有意思。但是对这个女孩深入了解后，扎克伯格才发现普利希拉的身世有多悲惨，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她，后来2个人就谈起了恋爱。当时不少人认为这只是扎克伯格一时兴起，2个身份地位悬殊的人注定是没有结果的。然而事情并非如此，在2004年，正在就读大3的扎克伯格决定退学创业，同年他就跟好友创办了风靡全球的 Facebook。 这类备受年轻人热爱的社交平台让扎克伯格迅速声名鹊起，并且帮助他迅速积累了巨额的身家。截止到2021年更新后的全球富豪榜单上，扎克伯格凭借6530亿的资产成了全球第5大富豪。然而在公司上市的第2天，扎克伯格就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大吃一惊的举动，他跑到普利希拉面前向她求婚，并且在 Facebook 上公布了自己的求婚现场视频。
然而，多数人看到普利希拉的长相后都惊呆了，这是一个平平无奇，甚至皮肤暗淡无光的亚裔女人。不少人还出言嘲讽，这是一个又黑又丑的大妈。然而，扎克伯格并不以为意，他只是想向大家宣布自己要和他结婚，并没有向他们询问建议。于是，在2012年的5月20日，两个人正式结婚。婚后，扎克伯格就表示自己的所有资产跟普利希拉共有，所以目前这个被别人说成是丑女的普利希拉也同样坐拥6530亿的资产。但是有钱后的普利希拉并没有表现出暴发户的心态，反而她跟扎克伯格居住在一个比较简陋的小房子里，从小就告诉孩子家里没有钱，培养他们吃苦耐劳的性格。甚至在2015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之后，两个人还决定未来将会把自己99%的资产都捐赠给慈善机构。第二年，夫妻两个就入选了全球影响力前100名的榜单。也许在外人看来，普利希拉并不好看，但是扎克伯格更看重的是他内在的性格和品质。父亲为了改变命运，甘当难民。虽然困难时期远渡重洋去美国，靠开中餐厅实现美国梦，但还是没能摆脱难民身份。不过他却靠卖中餐培养出了一位哈佛学霸。从难民到硅谷顶级富豪夫人，这个其貌不扬的85后华裔堪称攻略了史诗难度的人生副本。如果按东亚地区的审美标准来看，黑皮肤大蒜鼻的她跟美人完全不沾边，而普利希拉之所以能俘获硅谷大佬的芳心，只因这个从底层爬上来的女人目标永远清晰。在扎克伯格刚刚宣布婚讯之际，这位华裔新娘的身份就一直是谜团。有人传她的父亲是香港的退休官员，所以普利希拉是一位港二代。也有人说她的祖籍是江苏徐州，和另一位中华虎女邓文迪是同乡。不过后来据英媒报道称，以上传言都不大准确。普利希拉的父亲实际上是一位旅居越南的陈姓华裔，后来还和当地的一位越南妇女结婚，也就是普利希拉的母亲。虽说陈爸爸当年的本意是去越南做生意，但由于时局混乱，为了谋得更稳定的生活环境，陈爸爸和越南老婆决定以难民身份远渡重洋去到美国，投入会吃人的资本主义怀抱。那时的美国非常看不起黄皮肤的亚洲人，找不到称心工作的陈家夫妻只能自己开一家中餐饭馆，并全年无休的疯狂营业，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好在普利希拉出生之后，家里的经济情况已好转很多，至少可以让他安心学习，不用为生活费和学费奔波。但不管这一家子有多能赚，一个难民的标签始终刻在他们身上，普利希拉也因此受到不少周边人的非议。不过他并没有被打倒，而是身体力行地向这些洋人证明，就算是黄皮肤的难民，也能把这些高高在上的本地人秒到渣都不剩。就在普利希拉高3那年，他一举考上了顶尖名校哈佛，甚至在主修生物学之余，还辅修了西班牙语，成功让他们老陈家扬眉吐气了一把。与此同时，一位改变全球互联网的大佬扎克伯格也在哈佛等着和普利希拉相遇。2016年，还没彻底站队老美的扎克伯格拉上华裔老婆普利希拉以及两人的混血宝宝，录制中文拜年视频，以示自己全家都爱中国。甚至他还表示自己给女儿取了一个陈明宇的中文名字。一时间，特别吃这套的中国人都在感叹，原来这位传奇的互联网大鳄也是一位中国女婿。殊不知，比这个人设更值得让人诧异的，要数大佬的难民老婆普利希拉。当年为了不让父母失望，普利希拉也只得憋着一口气，最后用考上哈佛的漂亮成绩破除外界对自己一家的成见。不过，考上世界顶尖名校还不是普利希拉逆袭的最终结局。
2004年刚入学哈佛不久的普利希拉，在校内的聚会上认识了还没开始创业的扎克伯格。虽说他并没有长成天仙下凡的模样，但还是靠着对事物独到的理解和新奇的观点，赢得了扎克伯格的侧目。由于这两人聊得实在太投机，自打聚会以后，他们的交流也越来越频繁，最终还发展成了恋人。据后来的扎克伯格介绍，这段时间正是他人生中最为艰难的时刻。那时正逢他和室友创办了脸书这款应用，并且也十分受欢迎，于是他也开始萌生退学专心做事业的想法。只不过家人和朋友都不支持他这么做，毕竟能考上哈佛不是易事。不过普利希拉没有泼他扎克伯格的冷水，还对他天马行空的想法全盘接受，有时更是会提出自己的见解。最终扎克伯格选择遵从本心，退学创业，并用短短2年的时间将一手创办的脸书推上全美前10的互联网产品。那时所有人都在羡慕普利希拉眼光好，大学刚毕业就能成为富太太，但她本人却不打算享清福，而是拒绝男友入职脸书的邀请，转而去到一所郊区学校当自然课老师，因为她觉得这才是自己的人生。所以说普利希拉之所以能够达成如此成就，和她那不卑不亢的性格有着必然联系。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想看更多内容，记得订阅点赞，我们下期不见不散。